舒尔奇称，中国宣布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释放了什么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政客网站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近日表示，中国已宣布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这表明柏林已就此问题获得北京方面的双边保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表示，欧盟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而且欧盟迄今尚未从美国收到任何证据表明北京正在考虑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支持。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布林肯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等武器表示深切关注。这种故意抹黑的言行引发了欧盟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担忧。舒尔茨本人也敦促北京不要采取此类行动，而是利用其影响力来说服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几天后，舒尔茨声称中国已保证不会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外媒说，舒尔茨对中国的评论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并未公开拒绝向俄罗斯运送武器的可能性。这位总理似乎在暗示，北京已直接向德国发出了此类保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上个月也称收到了类似的私人保证。博雷尔告诉记者，中国高层外交人士在2月中旬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私下讨论时曾经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欧盟拒绝讨论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武器是否会受到制裁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能从舒尔茨和欧盟官员的表态中获得什么信息呢？第一，欧洲很容易分析出中国不会军援俄罗斯的结论，也不能排除获得中国官员私下的明确承诺，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不大可能明确说出不会军事援助俄罗斯，因为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欧洲国家是很容易从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肆意抹黑进行驳斥的言论中得出中国不会军援俄罗斯的结论。当然，也不能排除德国通过外交渠道与中方的私下沟通得到这样的承诺。中国既然力推12点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张，就不可能向俄罗斯或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这一点是无需质疑的。第二，中国通过与中国的沟通帮中国澄清美国的抹黑，意味着美国离间中欧的伎俩失败了。美国一直在利用假设性的议题抹黑中国的形象，欧洲越担心中国军援俄罗斯，美国就越要这么说。欧洲此时帮着中国澄清问题，说明中欧在对乌克兰危机的沟通上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舒尔茨发表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是对美国抹黑行动的一个有力打击，因为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最大的西方国家。第三，舒尔茨试图利用中国不可能军援乌克兰的事实来强化自己的作用，拉升自身的形象，这一结果有利于中德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舒尔茨宣布中国保证不会军援俄罗斯，一方面证明自己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中德有外交沟通机制，双方有着良好的战略互信，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与欧洲加强合作的重要性。而欧盟委员会主席也持同样的立场，说明中国与欧洲都有意改善双边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稳定与欧洲的关系是破解美国施压的关键一环。对欧洲来说，利用与中国关系的改善，避免被美国绑架和收割也非常重要。总体而言，我们不必因舒尔茨声称中国承诺不会军援乌克兰而感到意外，因为这原本就是事实，只不过由舒尔茨说出来，对于改善中欧互信有正面作用。欧洲政客们不是傻子，美国挑拨中欧关系的伎俩太过露骨，手法太过低质，结果这次算是丢了大人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